看了开头的画面，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今天是干嘛了。没错，今天的活就是把这个车拉起来。这个地方因为路比较窄，还要从这个铁棚子里面过去。吊车跟救援的板车都到不了事发地点。最后想到用挖机把车拉起来，然后拉到外面能上板车的地方。这铁棚子的高度挖机过来刚刚好，再矮个10来公分就进不来了。从这栋木房子过来，转个弯就到目的地了。车就在公路外面，填好挖机，等东架来绑绳子。看监控视频，当时是挺吓人的，还好车只是掉下去了，没有翻。今天拉车主要用的就是这东西，这叫卷扬器，是老板新装上的，带100多米钢丝绳，用着确实挺方便。车上的绳子绑好了，经过一番研究商榷，决定用一个滑轮固定在这棵大树上。挖机停在后面拉，这样车拉起来后方便直接把车拉出去。我这边开始发力，车一点点上来了，但是由于车前面的绳子太低了，车头始终上不了前面的坎，试了几次都不行。前面绑绳子的地方也拉坏了。后来东架决定把钢丝绳固定在轮毂上面，挖机开到车前面来，还是直接从前面拉。拔好了钢丝绳，把钢丝绳绕到铲斗上面，开始是准备用铲斗往上提着拉的，但是试了一下不好弄，我就直接把挖机靠近车头的位置，直接用卷扬器收钢丝绳，稍稍发力，车头就被踢起来了，然后再抬大臂，慢慢的边往左边旋转边后退，直到把整个车都提到公路上来。车提上来了，这次救援就完成了一大。接下来就是把车弄到之前我过来的那个铁棚子外面去，在那里才能上板车。现在出去，车在前面，挖机在后面，我只能把车头吊起来，把车道推着往前面走，推到这片地里，让车掉个头，然后把挖机开到前面，依然把车头吊起来，挖机推着往后面拉，这样好操作一些。到了铁棚子这里，挖机大臂抬不起来，先把车放在这里，把挖机退出铁棚子，然后放钢丝绳过去，直接用卷扬器往外面拉。拿到这里，板车师傅说可以了，能装上车了，那就没我的事了。解掉钢丝绳，我把挖机退开，让板车师傅好装车。今天的救援整个就完成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